嗨，大家好！最近的市场是不是让你觉得心惊胆跳？看着自己的资产上上下下，心里一定很慌吧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在这种动荡的时期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不只保持冷静，甚至还能把这种恐慌变成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？我相信很多人最近一打开看盘软体，心都凉了半截，对不对？看到那个数字一片惨绿，哇，那个感觉真的很不好受。跟你说，会焦虑，会害怕，这完全正常。因为市场一跌，恐慌就像病毒一样，会到处传染开来，这就是人性，很难避免的。然后呢，每次遇到这种大跌，大家心里一定都会冒出同一个问题，对吧？就是，这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了？哇，这个问题真的是直接问到我们心里最深处那个最恐惧的点。不过，先别急着担心，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帮大家建立一个超强的投资心态。我们会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思考框架，让你学会怎么样把眼前的危机看成是为未来布局的一个黄金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第一根支柱也是最重要的一根，就是要先搞定你自己的心。没错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了解人性这两个字开始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，短时间内影响市场的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分析，而是情绪。有一个叫行为金融学的领域，它就点出了3个很残酷，但你必须知道的真相。第一，人就是我们，其实超不理性的。第二，市场常常反应过度，嗨的时候嗨过头，怕的时候也怕过头。然后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，叫做均值回归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价格怎么跑，最后它还是会回到它真正的价值附近。OK， 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理论听起来是没错啦，但万一我说万一这次的危机真的是毁天灭地、史无前例的那种怎么办？你讲的这些东西在历史上最惨的时候还管用吗？我们直接来看历史。你看14世纪的黑死病超恐怖，欧洲死了快70%的人口。再来，2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。近一点的，1990年我们台湾的股市泡沫，指数从12000多点直接崩到2000多点，蒸发了80%。每次当时的人都觉得完蛋了，世界末日了。但结果呢？结果是人类不只活下来了，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经济每一次都恢复了，而且还变得比以前更强壮。就是因为人类有这种超级强韧的恢复力，所以才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第2根支柱，那就是你要把格局拉大，看见整个大局。意思就是不要只盯着眼前那个让你心慌的数字，要把眼光拉远，去看看背后那个真正长期在运作的系统是什么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人类经历了这么多战争、瘟疫、金融风暴，股市拉长来看还是一直往上走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答案其实简单到你可能会吓一跳，但它又非常有力量。原因就是那些开公司的老板们，他们的人性。你想想看，哪个老板不希望把自己的公司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强？他们会不断创新，想办法赚更多钱。当这些厉害的公司一直成长，整个市场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盘指数，自然而然就被推上去了。我知道看到自己的钱变少，真的很痛苦。但你一定要记住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就连大家最崇拜的股神巴菲特，他手上那些最厉害的持股，也全都经历过股价被腰斩、跌掉超过50%的状况。所以这不是你失败了，这只是投资过程中一个必经的、再正常不过的循环。好，那问题是这个正常循环要走多久？要跌多久才会回来？你看这张图，历史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答案。像美国这种成熟市场，通常从谷底爬回来，大概需要半年到1年半。那像台湾这种还在发展中的市场呢，时间会拉长一点，可能要1年半到3年。记住这个时间，心里有个底，你就不会那么慌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无止境的黑暗，隧道走完，前面就是光。OK， 心态准备好了，眼光也放远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根支柱，这个就很实际了。你要选对工具。我们是来投资的，不是来赌博的。
你要想哦，长期来看，真正能帮你赚钱的东西叫做生产性资产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会自己生钱的东西。像一间好公司的股票，它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那相反的，像外汇啊、黄金啊、期货、选择权这些，它们本身不会生钱，你赚的钱是别人赔的，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。在市场不好的时候，去玩这种高风险的东西，真的要特别小心。好，那就算我们都买股票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叫做负相关。这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其实就是那句老话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买了很多科技股，那最好也买一些跟科技股走势不太一样的，像是民生消费股啦、金融股啦。这样一来，就算科技股大跌，你其他的股票可能没事，甚至还会涨。这就叫分散风险。分散风险到底有多重要？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悲惨故事——安隆案。这家公司当年超大，是美国第7大企业。结果呢，他们公司有2万多个员工，把自己的退休金、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全部都拿去买自己公司的股票。结果呢，公司爆发丑闻，一夕之间倒了，那些员工也跟着一无所有。这就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可怕的下场。好，前面讲了这么多观念，现在我们把它们全部串起来，变成一个你马上就可以用的行动计划。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根，也是第4根支柱，不要冲动，一步一步来。但在执行计划之前，有一个天条，一个最重要的前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你拿来投资的钱，必须是你在未来5年内绝对不会用到的闲钱。为什么是5年？你想想，我们前面说市场恢复最长可能要3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多给自己2年缓冲，变成5年，这样才能保证你绝对不会被逼着在市场最烂的时候把股票卖掉。这是整个策略的基础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计划到底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照着这5步走。第一步，先心理建设，你要打从心底接受市场跌个3成甚至5成都是正常的。第二步，把你要投资的钱切成5包，一模一样大小的5包。第三步，设定你的进场规则，要像机器人一样遵守。比方说，大盘每跌4%，我就投1包进去。第4步，买什么？不要去猜哪只股票会涨，太难了，直接买整个市场，像是追踪 S&P 500的 VOO， 或是追踪纳斯达克的 QQQ 这种指数型基金，买了就等于买下所有最好的公司。第5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回去好好上班，专心工作，确保你有稳定的现金流进来，这样你才能安心投资，也才能好好生活。你看，就像这张图一样，很清楚吧？就把你的钱想成是5个弹药包。你要记得，市场下跌通常不是一天就跌完，它是一个过程。你这样分批买进，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一时冲动就 all in， 另一方面，你可以在市场越跌越低的过程中，不断买到更便宜的价格，把你的平均成本压低。所以你看，整件事的关键就在这里。当你懂了人性，看懂了大局，用了对的工具，还有一套明确的行动计划，你整个看事情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下一次当市场崩盘，所有人都在尖叫逃跑的时候，你会是跟着大家一起恐慌，还是能够冷静下来，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别人送给你的一生难得的财富重分配的机会呢？这个选择就看你自己了。